大家好，这里是 Peter 汉语，我是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句型的固定模式来学习汉语。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句型模式是什么吗？一定要记得，要常常使用，常常复习。汉语有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学习要经常复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句型。今天的第一个句型是我来这儿加动词，也就是说我来这儿做什么？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例句，大家记得大声的跟我一起读，好吗？我来这儿学习。我来这儿学习。我来这儿工作。我来这儿工作。我来这儿看你。我来这儿看你。我来这儿买手机。我来这儿买手机。我来这儿看爸爸。我来这儿看爸爸。我来这儿看电视。我来这儿看电视。我来这儿跟你玩。我来这儿跟你玩。我来这儿洗衣服。我来这儿洗衣服。我们也可以把我换成你、他都可以。比如，你来这儿洗衣服吗？他来这儿做什么？这些都是可以换的。好，我们看第二个句型。我准备加动词加了。要注意，这里的了不是表示完成的动态助词因为了在汉语中呢，它可能是动态助词，也可能是语气助词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来判断这个了到底是动态助词表示完成，还是语气助词表示变化，或者表示其他成句的这些作用要注意这些问题比如说汉语中我们同样的说走了，那么如果只是一个走了，完成还是其他的，我们不太清楚，必须要根据上下文，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语境来判断这个了它是一个动态助词还是一个语气助词。比如说老师呢老师走了，这里的了表示的是完成。而如果这样的，妈妈我走了好吧注意安全，在这里的了它就是一个语气助词
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单纯的把这个固定的模式或者句式给大家拿出来只是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但是呢，在具体在语境中，有的时候它可能表达的意思不一样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也有可能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翻译。这个呢，就是我们新的大家都知道新的这个中文标准已经出来了，是3级9等3级9等，而它在考察的时候呢，除了听说读写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译就是翻译。那么这个翻译呢，就是它是要考虑什么？你要考虑上下文的语境，根据语境来选择特别适合的翻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呢，除了考就是这个你学习的这个中文的水平以外其实还要涉及到你母语的这个修养问题所以这个翻译也是比较难的一项好，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句式。我准备加动词加上了，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我准备做什么而且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发生了有将来的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我准备走了。我准备走了。我准备吃了。我准备吃了。我准备开始了。我准备开始了。我准备学习了。我准备学习了。我准备开车了。我准备开车了。我准备做饭了。我准备做饭了。我准备回家了。我准备回家了。我准备教学生了。我准备教学生了。第3个句型，我被加上名词加上动词，然后加上了。这里的了是表示完成的。好，那么在这里它是一个被动句，被动句后边的 n 是名词，这个名词是施事，也就是做后边 v 这个动作的这个人这个名词是动作的发出者，我们在被动句中叫施事，而我是受事。这个我被 n， 那么这个名词是可以省略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关心谁做这个动作，我们只关心受事怎么样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名词就是施事是可以不出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我被他笑话了。我被他笑话了。我被老师表扬了。我被老师表扬了。
我被妈妈骂了。我被妈妈骂了。我被他骗了。我被他骗了。我被朋友批评了。我被朋友批评了。我被老师打了。我被老师打了。我被狗咬了。我被狗咬了。我被他们利用了。我被他们利用了。刚才我们说，被后边的名词是可以省略的啊。以这句话为例的话，我被他们利用了，名词省略，我被利用了，这样就可以。好，我们今天的利用句型学汉语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辛苦了，再见。